你好，想弄点啥？卖一块大真银元，卖一块大真银元，银元中大真中的大真，大真中的大真。我的天呀，广东双龙寿之币，对，那确实，这能称得上银元中的大真。哎，这可了不得呀！嘿，厉害得很啊，咱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哎，爷5年前送给我的5年前，爷爷给的。对，当时价钱好像都上千万了。5年前价值上千万，确实。嗯，因为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，非常稀少，并且还是4铢币。对，那你5年前价值上千万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哎，这老爷子是从哪儿来的？跟你说不好听的话啊，当时俺爷在北京潘家园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潘家园我知道，最大来卖银元的，老板1万块钱卖给俺爷了。哦，潘家园算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古玩市场了。你可说对了，在北京。对，在北京。当时这块银元俺爷拿到手之后啊，一个美国人当时想掏1万美金啊买走，俺爷都没愿意。当时1万1美金好像兑换8块人民币，好像。哦，那就是1万块钱买回来，人家8万块钱买走，没卖。这老爷子5年前买的吗？20年前买的，说这话。哦，老爷子20年前买回来的。20年前的事了。我的天哪！老哥，广东双龙寿之币，你要是真是20年前花1万块钱买回来，现在你知道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吗？哎呀，现在我想往来也不高。500万。啥呀？啊，5年前都上千万了，5000万。5000万！哎，我的天呀，5000万确实有点猛。不过以广东双龙寿之币，以它的这个号召力，我觉得5000万也差不多。老哥，你知道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为啥价格这么高吗？因为它少呗。确实，就是因为它少。因为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呢，它的铸造背景啊，其实就是清末那时候慈禧过寿的时候，广东的官员为了拍慈禧的马屁，专门铸造了20枚，就这样的这个广东双龙寿之币。从清末到现在，经过100多年，现在能找到的只有3枚。30年前，那时候拍卖会上就拍了大概500多万。你说像这个东西，这放到现在，那确实你要是要价5000万，还真不多。对。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，刚才听你说，老爷子20年前在潘家园花1万块钱买回来的，还是人家专门卖银元的这个店。对，这个店的老板如果懂银元，了解行情的话，那1万块钱能会卖给老爷子吗？那时候就那价钱。那时候就那价钱。俺爷主要是身份不同啊，不便给你透露。哦，那其他的咱就不讲了。不讲这个以前的事了。咱主要讲今天你给我拿过来的这块银元。确实上面是广东双龙寿之币。但是老哥有啥说啥的，这上面的包浆，我看着就不自然。自然的很。不自然。还有这个龙面，龙面这一块呢，两边的这个龙，特别是这个龙鳞，明显的压力不足，弱打。再看这个边齿，整个边齿都是整齐划一，确实有流动痕迹，但是这个流动痕迹啊，非常非常的不自然。再一个，刚才又说了，这个是4铢样币，它不可能有流动痕迹。谁看到这个东西，肯定是收藏起来了，把它放到家里，怎么可能有流动痕迹呢？没有在市场上流通，哪来的流动痕迹？还不那么自然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老哥让我看的话，这就是假的。不可能，他要不是银的，我叫他吃了。从它这个厚度，还有它这个色泽上来讲，确实是银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银假币。不可能。可能不可能的。那您今天来到我店里，一直想卖给我？5000万少一分不卖。我要不了，老哥，您再找其他的人给您看看。我都知道你要不了，因为像这种币啊，大真中的大真，不是您一般人能玩得起的。那是，老哥，您再找其他的高人给您看，行吗？有实力。行。有实力，你
背上我这儿了。对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我想把这个银元给卖了，你给我看看，管值多少钱？银元卖了能值多少钱？对。呀，北洋龙，不错，字口还算清晰，龙鳞也算是全龙鳞。这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这个银元嘛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半年前我跟俺老公结了婚。哦。结婚的时候，我听那个媒婆说，他家庭条件还可以，就是中上等。哦。我感觉以后我可以让我吃香的喝辣的，对吧？哦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对啊，这才给他结婚了有半年啊，没钱了。没钱了。对，当时下里的20万块钱花完了。谁花的？肯定俺俩花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，你们都组建新家庭了，那得出去工作，是吧？得挣钱呀。对啊，这现在没有钱了，我不能我去上班吧？我嫁给他，我都是来享福的，我不是来受罪的，对吧？哦。啊，是。然后他再去干活，他再去找工作挣钱养我呀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这日子咋过？你说？那是，那人家老话说得好，嫁汉穿衣吃饭。既然嫁给他了，他就得管着你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这句话我很赞同啊。这现在我让他出去上班挣钱去的啊，他不去，他嫌热了嫌热，冷了嫌冷。我出去上班，天天搁家打游戏。那不行，你天天打游戏那不行。你说我找个啥人呢？这不挣钱，人家闺蜜找的老公都非常有钱，一个月挣的都是10万以上。这样美女，咱不攀比。是这样，我看你讲了半天了，那跟这块银元从哪儿来的有啥关系啊？这个是结婚的时候，俺婆婆说了，这是她的传家宝，能值点钱，让我好好留着，就是以后有了孩子管传下去。哦，等于说是你婆婆他们以前的那个传家宝，算是传承给你了。对。那你婆婆也不错，那非常认可你这个儿媳妇啊。那不然的话，你这刚结婚就把传家宝给你了。这没有钱，啥认可不认可哎？我都把这个东西卖了，他不能当我现在零花，以后都先不说了。这卖了之后，他回去再不上班，都不找个工资，一个月10万以上嘞。我跟你说，我立马让他给他离婚。不，美女，你别着急，我看着你还挺年轻啊，你估计刚踏入社会没几年。是这，你现在你说找工作，去挣钱养家糊口，那是应该的。是吧？对呀。但是你要说你一个月挣10万，这有点难度大了吧？这难度咋大呀？俺朋友她老公一个月都10万以上，这男的能不挣10万块钱，那不是纯属于废物吗？我的天呀！那我估计在你眼中也是废物了。但是你这没办法，每个人他不一样，是吧？你是一个月挣10万，咋说呀？那咱全国有这么多人，那一个月能挣10万的真没多少，是吧？那我不管。没关系，是吧？你多鞭策鞭策你老公，让他慢慢从零开始嘛，是吧？你一开始挣起钱，慢慢以后是吧？本事大了或者怎么着的，你挣个10万20万也不是没可能呀。你得给他时间成长。你说的也对啊，这个东西嘞，我先卖了，看他管值多少钱，给我花几天嘞。他如果再不好好挣钱，我回家都给他离婚。他这种人啊，没有上进心，也不配找媳妇儿。这咋说呀？那要是一直在家里玩游戏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回去好好跟他商量。另外啊，我看着刚才听您说，好像结婚的时候给了20万的彩礼。对，这半年都花完了，你们两个，这两口子你们花钱太厉害了，是吧？特别现在挣钱少，甚至不挣钱的时候，得开源节流啊。你不能说就这传家宝，你要是真是没吃的了，没喝的了，那你卖了，那就正好刚用到刀刃上了。但是你要说是专门零花，你卖这个传家宝有点可惜了吧？毕竟是你婆婆给你的。我这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！我把这卖了之后，我以后嘞，我省着点花。对，我再给他2个月的时间，他如果再不上进，我都让他立马没媳妇儿。那是回去好好跟他商量，那必须得出去上班，出去找工作，对吧？对。来，这个东西确定要出手了？卖给你。卖给我？那行，那我这个品相呢，我给你拿3500。
中，行吧？先顶一段时间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回去好好商量啊，两口子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去生气啊。碰见个不要脸的伙计，欠我5000块钱，2、3年不还我了，拿几个破银元给他抵账了，这破破烂烂的能值钱吗？我先上手瞅瞅。行。呀，这有几十块啊？这30块。30块，他能顶多少钱？看能顶多少钱？意思就是你朋友借你的钱，一直没还你。对。他这是拿银元抵账了。对。30块银元抵5000块钱。我都感觉我亏了啊！俺那个朋友啊，也真是的，当时他家庭条件困难，借他5000块钱，这算帮他了吧？那是。这2、3年了，你咋省？你一天省1块2块的，你也要钱给我了，各种给我哭穷，各种就是不给钱，就是没钱，感觉都是个无赖，各种理由给你编各种理由，一会儿这了那了，生病了啥我嘞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拿这个银元抵的。不是啊，这我找他嘞。你说这5000块钱也不是小数目吧？我去他家来了。他家里他家人没在那，他爷爷知道这事了之后，他的家庭确实困难，不是骗你的。如果那没办法，你困难谁不困难，大爷对不对？那是。然后最后他说了，你看看这老一辈传下来了，能不能值钱？他也不懂。能抵账抵账。对，他说能抵5000能抵5000。我一看我就感觉这刺激了，这真是一家人都不是好东西，老的骗人，小的骗人。你这脏了吧唧的，咋管顶5000块钱了？我的天啊！你说他们这些银元啊，等于说是他们家里传下来的。对，他说了，他说是家里传下来的，他也不懂。那传下来不少啊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应该还是有，还有家里还有。他说这30块看能不能行。哎呀，那你这朋友啊是守着宝贝不明白啊。这银元可不少值钱，借你总共多少钱？5000块钱。5000。30块。随便拿几块就够了。30块。30块。我没有看版别啊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好像都是大头。大头呢，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品相，如果不是8年的，然后像这我们收啊，这一块我们收到1100。一块1100，那我不是赔3.9吗？一块一枚1100，你这30块你说多少钱？3万多了。一个1100。对呀，你不要搞错了。30个3万3。对呀。不会吧？你要是不想要，你可以卖给我。不会吧？我听他爷说的，这意思看够不够，不够再给我拿。我的天呀，那是可能老年人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，这都是民国的银元，距今已经100年了，明白不？确定一块，确定一枚，对，一个1100。对呀，你这多出来不少，你啥赚大发？你刚才不是说是你朋友吗？对，你随便拿几块，剩下的还还给他得了。本身他不是说条件不好吗？那我估计他之前跟我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啊。那这咋说呀？这都是以物换物，我拿5000块钱换他30块银元啊，公平公正，不存在欺骗，对不对？那凭啥多了我再给他，那少了我都认了。他万一不值这些钱了，5000块钱我找谁要去？理是这个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当时啊也没要抵押物啥的，你直接借给你朋友5000块钱，对我帮他了，这说明你们关系肯定不错。可以。你关系要是差了，你也不会借他钱。那是啊。那现在确实你也看到了，上他家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正是用钱的地方，是吧？你不行，你拿个10块，剩下的20块还还给他，对不对？不整，我跟你说啊，穷人他永远都是穷人。你看刚才就说了，抱着宝贝啊，他都不知道用。那是这他落我手上了，我知道价值；他落别人手上了嘞，对，这都该我得的钱，谁嫌钱大是吧？你这样吧，老板，我对这也确实不了解啊。你出的价钱吧，我感觉可以，我也不找别人问了，都给你啊。给你之后呢，我也想好了，谁也不嫌钱大手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我回去我都给他那个爷说，这一个人家给我100块钱，我再给他要20块。哎呀，这不合适，老弟啊，这个银元我真不能要你的。你想一下，你朋友啊本身就是用钱的时候，你不帮他也就算了，你这样等于说是落井下石了。另外到时候你朋友知道这事儿了，知道银元能值多少钱了，他不回来找你吗？你面子上也挂不住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种人啊，活该发不了财，财发狠心人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！我现在知道的价位了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我跟你说了，我给他要20块，我非得给你整个交易没有，我回去我给他要50块。哎呀，那行，你去要。我还发不了财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这要不了。来，老哥，银元我给你瞅瞅
来，等拿过来，我给你瞅瞅，给你分析分析，行吧？啊，你这东西买多长时间了？这都是10几年了。10几年了，都10几年了。那行，我给你讲一下啊，咱讲这个银元之前，我给你讲一下这个造假，银元造假。银元造假呢，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很多这个老银元上面有戳记，那就是你把银元存到钱庄的时候，钱庄也要验一下真假，上面打的戳记，打的记号，就是他们已经验过真假了，明白吧？但是民国那时候造假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少，能保存下来的很少。然后咱们建国以后，银元造假从啥时候开始的呢？也就是改革开放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这些银元啊，你可以拿到银行里面去换钱。最开始的时候，1块银元可以换1块钱，后来呢，慢慢的你可以换成5块，最后的时候可以换到10块，1块银元到银行可以换10块钱。然后呢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广东跟香港挨得很近，香港那边有商人啊，委托这个广东那边的商人来到咱们北方的这些城市去收，当时银行是1块银元换10块钱，是吧？然后人家那边的商人来呢，就1块给20，给20，很多老百姓家里面放的这些银元以前没啥用，也没人收藏这个，都咋弄？很多就用这个银元啊加工首饰，是吧？你应该能听说过吧？用老银元加工首饰。有。对。但是1块一看，人家1块收20，还可以啊，大家都开始卖，把家里的这些没用的银元都卖给人家了，啊，基本上能卖的都卖了，家里不缺钱的，你别说给20，你给200，人家也不卖。然后呢，基本上都收的差不多了。再过2年呢，人家还过来收，1块20，那时候咱们这边人穷啊，20块钱了不得了。你好像我听老一辈讲，那你一个月工资才20-30块钱，对不对？你弄1块银元就顶1个月工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咱们这边人啊也有耍小聪明的，开始造假了。第一代的假是什么样的假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是那种啊看起来是金属的，我们行内啊管这叫草钢，就那种假的银元呢，摔到地上一下能摔很多瓣，硬地面一摔能摔好几瓣，那草钢的。那广州商人他一开始不知道呀，买回去一批之后发现，哎，这是假的。后来人家这银元来买银元，还过来收，再收银元的时候，先扔地上试试，看能不能把它摔烂。因为正儿八经银子呢，你怎么摔也摔不烂，那种假的，那一摔烂，那识破了呀。那时候他其实他那种草钢呢，首先他其实做工非常粗糙，然后一摔到地上能摔烂，这是第一代的。然后往下面开始第二代了，第二代了其实相类似于这种假应该算是2代加。2代的是什么呢？铜镀银，它的做工啊比那种第一代的做工更精致一些了，毕竟用铜来做的，它的那个模具雕刻的更逼真一些，铜镀银。然后呢，人家外地的商人过来收，最后收回去一发现假了。怎么发现假的呢？重量上不对。刚才就说了，铜的密度好像只有6点多，银的密度呢它是10.5，一称重量不对。那因为银呢它是26克多，那造出来的第2代的假呢，它一般只要是铜的，它只达到20到23克左右，23克左右。然后呢又发现不对了，这边人家碰见那样的人家不收了呀，带杆秤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咋弄？继续改进。你不是重量不够吗？加厚啊，就2代加。第2代又把这个银元的厚度没那么厚，现在做厚一点，
做厚一点怎么样呢？增加它的硬度，增加它的重量啊，明白不明白？它本身是20、22、23克，你加一点厚度，等于说料加重量，它就能达到26到27了。这其实也算是2代的，第2代的造假。往后，因为它银元不是20块钱了，有100、200、300，后面慢慢的开始用银来做，因为明显的银元已经高出它的银价很多的时候，高出很多倍的时候，开始用银来造假，那是后面的了。你这种呢，我刚才打手一看，首先看厚度，然后听声音，因为这不是银的声音，这是铜的声音，看起来是白白的，因为外表它就镀了一层，明白不明白？里面是铜，你不信的话，回去把它融化一块儿就能明白了。假的，我看这个铜是什么呢？它这个铜，人家的铜都是黄的，这个铜为啥是白的？是不是？跟你说，外边镀了一层，明白不？我知道你啊。俺小孩儿中专考试全班考第1，这他爷给他奖励的这啥东西？这2块这，我看看值钱不值钱？什么样的东西？我先上手看看。他爷抠门给啥？我估计这不会值钱了。啊，这2块看着像熊猫币。这俩都是熊猫银币，2021年那时候发行的，挺好啊，30克白银，都是足银3个9的。这是小孩的爷爷奖励给小孩的。俺中专考试考全班第1名，哦，他姥爷还转200块钱的红包嘞。你看这他爷，他一直他平时都抠门，这孩子这大喜的事儿嘞，你看都给2块这东西。哦，其实给2块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比给红包强吧。这值钱吗？啊，你是对这个价值不了解是吧？对呀。熊猫银币啊，这个发行的时间很长了，你从1980几年就开始发行了，每年咱们国家发行的都有这种熊猫银币啊，熊猫金币啊。哎，这个是2021年的，并且我看了上面是公博评级了，哎 ，MS 70分，这已经算是机制币分数最高的，顶级的了。你意思是这值钱吗？价值嘛还行，你要说特别值钱，你要是跟老银元比起来，那差得远了。但是咱就不说值钱不值钱了吧，因为这个是重量是30克，并且是足银3个9的。你现在这个交易所里面银价。现在好像是5块5、5块6了1克，这30克银子也差不多快20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再更何况它还是熊猫银币，国家发行的，它有一定的溢价空间，明白吧？这个你买的一般也200到300之间吧。哎，你说这2块这还值500-600块钱了？对呀，我就刚才就说了，你也比那个老爷转的那个红包。是吧？200块钱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最多转200，这500-600呢？你可能是对你这个公公可能多少有点误会。他平常都可抠门，知道吧？做啥事都抠门啊，抠门。对，不舍得花钱。对，那都是这样，老年人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过苦日子啊，过惯了，过的时间长了，都比较节省，生活中是不是？是的。再一个有啥说啥的，老年人节省其实挺好。你为啥呢？他们省下来的钱呀，其实就是给你们省下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还对。那这2块银币咋弄？这2个这放家里也没啥用，我卖给你吧。你看你管给我出多少钱？卖给我？对呀。你不是说这个小孩爷爷奖励给小孩的吗？是的呀。这也卖不了多少钱，几百块钱的事儿。我即便就2块，我给你收了，我给你拿500块钱，又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个社会，说实话。你多这500块钱你也发不了财，少这500块钱你也穷不住你，对不对？你再说爷爷给小孩留的，给他孙子留的，是吧？给他孙子送给他孙子的，这也算是一种奖励。给小孩留着多好呀，是不是？那听你老板你说这也对，那我都不卖了。哎，这挺好，是不是？真金白银的，足银3个9，老银元含银量89%，这个足银3个9的。明白吧？拿回去给儿放着。对，给他放着，是不是？怎么着也是一个物件，也算是他爷爷的一片心意，对吧？好，谢谢了。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
老板，你帮我看看这几块银元值不值1万块钱？我先上手瞅瞅啊。你赶紧看看。呀，还都是老银元，3块龙洋，1块大头，我看看边刺，一眼开门的边刺，非常自然。你这银元要卖1万块钱？哦，我现在急需要1万块钱，有急事儿。哦，这碰到事儿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这银元是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，俺婆婆就俺孩子他奶奶啊，她直接给我的传家宝。哦，传家宝，那一看这就传了几辈了呀？对，传了好几辈，现在传到我这儿了。啊，传到你这儿了。哎呀，这是碰到啥事儿了？就要卖传家宝。我有一个弟弟，这马上该结婚了，人家下里要20万，我都凑不够。20万，凑过10万块钱了。哦。然后又加上我的五金首饰啥都卖了，现在正好还缺1万块钱。还缺1万？你这个弟弟啊，是你娘家弟弟还是婆家弟弟啊？那肯定是我亲弟啊，我都这一个弟弟，我最疼他了。哦，你亲弟弟，娘家弟弟，已经凑了10万块钱了。是的，这10万块钱反正算是我跟俺老公说，就算是我们借他的。哦，借给他。跟你老公说了。对，这10万块钱他知道。哦。但是我那卖的五金首饰，没给他说。五金首饰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对啊，金手镯、金项链、金耳环、戒指啥的，都卖了。都卖了。那你卖那个黄金首饰的时候，有没有跟你老公说一下？这不管跟他说，这跟他说，那不打架了吗？哦。本来借10万块钱，他都有点不太同意。那你说实话，美女，你这做姐姐，说实话做得非常好。但是啊，你说这弟弟有事儿了，本身也是喜事儿是吧？咱该帮忙得帮忙，但是咱得量力而行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银元，这是你婆婆给你的，你也知道这是传家宝，传了好几辈了。那给你的时候肯定也得跟你说了，让你接着往下传，对不对？那他给我的就是我的了，到我这儿都得是我说了算，我说传就传，我说不传我就得卖了。那是，既然给你了，那肯定是你来做主，不管是往下传也好，说卖了换钱也行。咱真是碰到自己需要用钱了，那必须得卖了。那你这个卖这个银元有没有跟你老公商量一下呢？我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呀，这要是知道我要这个传家宝都卖了，跟他肯定得生气。那是，我觉得也是。因为不管这个传家宝值多少钱吧，这也是算是一份传承，也是老人给你们，包括你们孩子一个念想，对吧？你说因为1万块钱就把这卖了，确实有点可惜。那可惜也不行，我现在激动就缺这1万块钱，我卖了。你缺这1万块钱，我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估价，好吧？好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3块啊都是北洋龙，但是有一块呢，你看。这有一个注缺，这算是伤，然后另外2块啊，也算是流通美品了，包浆也挺好看，没啥伤。这一块呢，我们现在收的呀也就3000，2块6000，然后这个带伤的呢，能给到2500。这个大头价格就便宜了，大头像这种，我们收也就1100，这下来也不够1万。是的，9500，你不能给我凑个整数吗？我凑不了，我建议啊，这些东西你还是回去先跟你老公商量一下，或者是让你老公从其他地方找这1万块钱，尽量别卖这个。我卖了，9500就9500吧，我回头我自己再想办法再凑500块钱。确定要出手了？确定要卖，我都卖，我当家。不跟你家里人商量了？不商量。哎呀，那行，那我就下面给你算一算。好，谢谢你哈。啊，没事。你看，这是搁猪圈里边挖出来的老钱，你看值钱不值钱？搁猪圈里挖出来的。对，我先上手瞅瞅。今天先拿出来5个，让你给我看看。老哥的意思看来是没拿完，家里面还有。挖出来200多块的，200多块。对，我不确定是真是假，然后就随便拿了。都是这种袁大头银元吗？那价格都不是，这个大小都差不多吧，还有带龙的、带凤的，啥都有。我的天呀，老哥，你这是要发财啊！你这在哪挖的呀？在俺家猪圈里。猪圈里？我是养猪的。养猪的。最近俺那2头老母猪放小猪崽了。
哎呀，我其实这条猪啊，因为我这实在是做不下了，我不得已给他又挖了一个圈。意思把那个养猪的地方又扩大点的。对。然后一挖出来很多银元，200多块，200多块。我的天呀！老哥，你不知道价格，我给你讲讲。我看了啊，你这总共拿了是5块银元，4块大头，1个传阳，传阳是23年的，壁面上没戳没伤，一眼老包浆，一眼开门。像这种币啊，市场价应该在1200到1300，即便我们回收，现在也能收到1100。那200多块的话，那都20-30万了。那几十万肯定有了。怪。那你这里面全部都是大头吗？没有带龙的吗？这没太仔细看，我不确定真假。真的，一眼开门。再说有那么重，我不可能一家伙都给你弄过来。那是200多块确实挺重的。对啊，你这样，你回去看一看。如果说都是大头的话，你也得看一下年份。像大头的年份一般3年、8年、9年、10年。3年、10年、9年一般价格都不太高，但是8年的价格特别贵。8年的，哎，8年一块最起码只要是壁面上没伤，最起码一块顶3块。哎，另外啊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带龙的。如果有带龙的那种，上面有一条龙那样的，那价格更高。你回去看一看，如果有这些的话，那不止20-30万了。这家伙这没想到比我养猪还挣钱了这。我说实话，我养好几年猪了，这现在肉的价格也不高。那是。我说实话，我之所以扩大规模，就是因为两头母猪生崽了。那你这2年确实猪肉的价格好像确实不高，生意不好。这一盘算，怪，这我再开个猪场了。你不是刚才不是说生意不好吗？你这还要再扩大规模，有钱了买老母猪，继续买，继续买。对，一个不够弄2个，那我估计，那你这够了。你这一块大头，估计买个小猪崽子是没啥问题的。那你这200多块买个几百头猪，那没问题啊。那一块相当于我买几个？我买3个，3头4头，那200多块的话，我这家伙这200块不当紧，我家变成超级大猪场了。超级大猪场，反正是发了，老哥。你看吧，啥时候想出手，你可以随时过来找我。这都能给现钱？给现钱。那我这有点不相信，你也给我出钱吧，出钱我可以的话，明天都给你带回来。可以啊。这5块，一块1100，5块5500。5500。那吧，你直接上门去了。我到我地方，到时候我收2万，我送你一头猪。送我一头猪？对，我的天呀，老哥，你这太大方了！送我一头猪，200多块太沉了，我还不想去了。不是老哥，有啥说啥的。我这儿经常来外地的网友，你说有送茶叶的，有送烟的，有送酒的，你说送猪，我还第一次见。没事，都拿手吧。那行，我先给你把这个结了，好吧？等一会儿咱一块儿去你家看看。行，好嘞。你好。想弄点啥？我想卖一个俺祖传的宝贝。祖传的宝贝，不知道你收集不集？这个根据俺祖父记载啊，这是俺太奶的太奶从宫里带过来的。从宫里带出来的？对。我能见识见识吗？肯定可以啊。既然拿出来都是想叫你看看卖了。来，我正好用这个布垫着。这是一个瓶子呀。对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瓶子，这个来历大得很。来历大得很。有什么来历？您讲讲。来历，我听俺就是爷爷奶奶啊，他们代代相传的。这是俺太奶的太奶，那个时候刚好赶到清末时期。是个宫女，当时俺太奶年龄还不大。宫女，就皇宫里面的。那时候比较乱。八国联军进北京了，又是辫子军了，又是啥了，就没有办法，不是清王朝灭亡的时候吗？把宫女他们都遣散了。俺太奶那时候留了个小心眼，因为她是服侍贵妃的，贵妃多厉害，出去皇后好像就是她了。贵妃。给她的感情特别好。然后给她了一块这。你说就是遣散出宫的时候，贵妃娘娘
给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太奶的太奶，一个瓶子。对，外面是金太蓝，里面是黄金，我们一直称它为黄金金太蓝金瓶。哦，里面是黄金。对，但是我的天呀！有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我再告诉你，卖什么？你看这个位置，磕磕碰碰。当时听老人说啊，那时候比较乱，有人编制军的，有人清军的，有人革命啥家伙军的。这伤可不是一处啊！你看你指的这个部位，还有这个部位。对，兵荒马乱嘞，从北京啊一路那时候还没车。都走路坐小牛车、小马车回到咱河南。逃难回到河南了。对对对，你这来历这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也是刚见到。那你这是想卖多少钱呀？为啥要卖它呀？我这一代单传，到现在还没结婚呢。这个条件也不是太好。看着你今年应该差不多得有30岁了吧？30多点。昨天也在给我说了，总不能绝了后啊。你拿出去叫他卖了吧，买个车买个房，再娶个媳妇儿，留点资金。明白了。那你想卖多少钱吧？我不太懂，俺爷给我说了能卖1000万最好，卖不了1000万的话，800万也行，低价800万。最低就得给800万。对，你要按理来讲，从宫里出来的，还是贵妃娘娘用过的东西，对，是吧？黄金。那你说你800万，说实话，你要的价格不高啊。给1000吧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先给你讲讲啊。首先啊，你刚才说这个里面的材质是黄金，对，我看着不像。首先呢，你看这个绿色的，这就是铜锈，只有铜才生这种绿色的锈。它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，看着有点暗，对吧？时间太长了，你知道吧？一直放着可能有灰尘，你擦擦就好了。再一个就是你说是黄金的，这么厚实，我感觉有点轻飘飘的，也不像黄金。重点来了啊，咱不知道皇宫他们这个工艺品，他那个弄的这个工艺怎么样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搞银元的，对这个也不太懂。但是我知道呀，皇宫里面的东西都有落款的，底部都有落款，这个连落款也没有。从它这个你看这边边角角，特别毛糙的这个样子上来看，我觉得首先它不是老的。再一个呢，你说是黄金的，对，我看着也不是黄金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您想的800万，但是我觉得想着1000万，我觉得我要不了，我只能给您看一看。这个我懂，这个懂，我要价归我要价，你收价归你收价，你出个价嘛，对不对？生意不就谈了吗？我没玩过这东西，我也不收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可以这样。我给你估价吧，好不好？但是像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虽然上面有伤啊，但你在古玩街上不得花个180才能买到？100块钱？古玩街上我估计也就100块钱的样子吧。你看老板，你给这玩意儿还有缘啊？这样吧，100块钱的话，我也买不了车，买不了房，娶不了媳妇了。100块钱给你吧，最起码我叫今天的中午饭解决。你刚才要1000万，现在100就要卖给我？那没办法，他不值这些钱，是有啥办法？不是，我刚才说了，我只是给你估价。这个东西我不要，你再到别家问问。你不要啊？对，我要不了。那你不是浪费我的感情吗？这真不好意思，是吧？我估计你还是不懂，我去下一家。对，行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我这手里有点古钱币，想让你看看值多少钱。古钱币？对，行，我先上手看看。好，你看看，这里边有点多，你拆着慢点。行，听着摸着挺重。对，里面都是啥呢？哟，看起来这些都是老钱币啊，这东西都从哪儿来的？这不是我前几天回老家吗？我爷自从去世了之后，他这房子一直没人收拾。我想看着不使味，房子有点乱，我专门给他收拾。他几个堂哥堂兄弟在家也没收拾。我收拾，我一看这有一包这东西，我拆开看是古钱，我也不懂。你就是拿过来看能不能值点钱。对，平常那院子里光进小偷，可能小偷没看见吧？那是。这包钱。那你要是碰见小偷了，他们看到肯定拿走。对。
你还别说，这确实都是老钱币，像这种钱币，我小时候都用这个。哦，我现在肯定是退市了。我看看，我还有铜钱，这个是乾隆，乾隆的铜钱不行啊，不值钱。这个是嘉庆，嘉庆还好，价值都不高。这种铜钱，清代的铜钱一般得是啥吧？得是雍正或者是顺治，那价值会高一些。你像这乾隆，这数量最多了。乾隆那时候在位60多年呢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光绪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光绪能值个几十块钱，光绪的数量也不多，品相还不错。这有3块大头，你还别说，这3块大头品相挺好，都是3年的。这大头值钱吗？没有板，那能值点钱。这大头现在像这种品相，带老包浆、老彩，我们一块能收到1200。那值钱了这3块就3600了。我再看看，这有俩银毫，这银毫一个能值个大几十块钱。这是银的，那也不贵。广东省呀，这是民国元年的，元年的算是稀少年份了，我能收到100。这个3年的也能收到100，一个100。那还可以啊。这还有一个小的大头，这个1角的数量也非常少。你别看这个跟普通的大头相差很远，就这个我也能收到1200。这个小大头1200吗？对，因为这个算是1元的。对。这个是1角的，这是辅币，最小的辅币了。这1角的价格呢，相对来说要贵一些。你要2角的，它就便宜点，几百块钱。1角的跟普通的1元的价格差不多。你说等于以前的零钱？对，这是1元嘛，一个大的换10个小的，在民国那时候。对。现在因为它不是按银子，不是按它的重量来区分它的价值，它主要还是按那个存世量。像这个1角的数量非常少一点。我再看看，这些这是民国的铜板，这是铜板，这不行，这一个也就几块钱，这不值钱。这是梅花5角的，也是以前的老钱币，我小时候也用过。这种梅花5角的也不咋值钱，因为刚刚退市。你可以回去找一找有没有93年的，93年那时候的梅花5角，一个能值个几十块钱，其他年份的可能1块2块2块3块的。对，像这种建国后的这种分币啊，还有这种梅花5角，这些都不值钱，你可以继续留着，然后还有这个呢，这是民国的铜板，小铜板，这是小铜板，也不咋值钱，一个几块钱，也可以留着。这个铜钱呢，也不错，也可以继续留。你要是想换钱的话，主要还是靠这仨大头，还有这个大头1角的，这俩也可以留着。你不想留也可以给我一个100块钱，也可以给你，给我是吧？可以给你。确定要出手了？对，出手。那行，那我就给你算一算。好嘞了吧？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麻烦你个事儿啊。这是俺爷爷给俺留下3块这。我看他都长得差不多，我想叫你过来给我估价。估价，爷爷留下来的。对呀，俺姊妹3个嘞，俺爷说了，俺姊妹3个一人一块儿。那你下边还有个弟弟，还有个妹妹嘞。明白了，等于说你年龄大点儿，然后你先保管着。对。到时候长大了一人一块儿。是嘞，是这意思。你还别说，这老爷子留的东西还不简单。我就看这第一块，这是小头的上5星，这个数量非常少。这个是孙中山在民国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铸造的，铸造量非常少，这算是小头里面价格最贵的了。像这一块啊，应该价值大几万没问题。这一块这也值几万吗？对，它跟普通的不一样，普通的是上6星。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，这旁边这个明显的不一样，
这个星啊是上6星，这个是5星，这很好区分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只要是5星的，它价格都非常高。然后这俩啊都算是普通的，但是呢里面有一个粗柱，这个是粗柱，这个是就最普通的。最普通的这种呢，一般不上千，像这种品相也就800、900块钱。长得差不多，差别能大吗？那对，这个粗柱呢也能值个3、4千块钱。3、4千。对，因为这个 MS 61分嘛，粗柱的。其实这俩也很好区分。粗柱跟普通的呢，其实它就是正面它是翘弧，估计这个翘弧你不好看。背面其实非常好区分。它这个圆字，这个背上面，背的最后一捺，粗柱版的没有顿笔，直接就捺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这普通的它明显的有一个断笔，你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，有一个断笔，仔细一看还真是的呀，是吧？不一样。粗柱的能值3、4千，这个一般800、900块钱。这3块啊，确实价格差异非常大。是的，是的，这差异太大了。不过像你这当大姐的，应该会挑一个好的吧？不是啊，我是大姐嘞，俺弟弟妹妹小着嘞。虽然俺爷叫我现在给他保管着，对，但是我是大姐，我得让着弟弟妹妹。我要这一块最便宜的。你要最便宜的？对，我这个我留着。这是俺爷爷一份心意，咱不讲价格高低是吧？那是。这个最贵的嘞，俺弟他是个男孩嘞，叫做最贵留给俺弟，叫这个留给妹妹。对，留给妹妹。你还别说，你这大姐当得非常好，得给你点个大赞啊！对呀。之前啊，我店里也来过，就比如说家里老人啊，放的这些传家宝银元来看真假、看价值，有的也是和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分。一般啊，知道价值之后，一般都挑最贵的。你这大姐当得好啊！那不行，你当大姐的你得做好表率是吧？做好榜样。对。要最好的得留给弟弟给妹妹。对，你还别说，怪不得老爷子把这些银元啊交给你保管，那果然是没看错人。那这银元来你还留着，这毕竟在谁家里啊，这都是传家宝。不管是贵吧，不管是便宜，也是老人给他留的一个念想，是吧？对，老人一个心意。好好保存啊！好，没事。好，再见。老板，这是俺爷给我的传家宝，价值300万，你看你这能不能收？什么样的宝贝能价值300万？我先上手瞅瞅。这是俺爷6年前亲手交给我的传家宝。看来老爷子特别疼你啊！6年前都把价值几百万的东西交给你了。搁俺这小本里边的，俺爷最疼的都是我。所以说把这最宝贵的这个东西给我了。这一块儿，这黄黄的江南老龙，还库平1两，这还真没见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。天爷说过，他手上都这一块，全世界仅此一枚，非常宝贵。非常宝贵，那就仅此一枚的话，那就是孤品了。就是孤品。你刚才说能价值300万，那你这个300万的出处在哪里？天爷说过，俺爷有一个朋友，特别喜欢这块币，他要拿了别墅给俺爷去换，俺爷都不愿意。不过当时俺爷跟我说，俺那一套别墅最起码价值得100多万。100多万的别墅换这块币？对。这是啥时候的事啊？这是10多年前的时候。10多年前了。到现在你看，现在物价都上涨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到现在的最起码不得值300多万吗？那我跟你要价要的也不多呀。你要是真是10几年前，你说换100万能价值100多万，那现在你说要价300万，要的还真不高。对呀。不高，很合理，我觉得。那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你的出处在哪里，就刚才说的就在这儿。对。明白了。我先看看东西吧。好。这块江南省造的江南老龙，库平1两，说实话我没见过。我平常见到，这个江南老龙啊，有库平72分的，没听说江南省铸造的有1两的这种大个的龙羊啊。
这第一次见。还有呢，就是因为我正常玩银元玩的也比较多，见的也比较多，但是你说这上面颜色换黄的，我还第一次见。第一次见嘛，泛黄都对了。俺也给我讲，这里边含了有一半金，一半银，组合在一块儿的，合成的。哦，一半黄金，一半银来铸造出来的。对，虽然有一点泛黄。哦，你要正常的银元啊是9银1铜，含银量一般在89%，其他的10%是铜。你说是一半，等于说50%的银，50%的黄金，对，混合在一起了。是的。那你要是混合在一起了，有点泛黄，也可以说得过去。不过呢，你要是掺的有黄金，它重量就应该比正常的要重一半的呀。那挺重的呀，还那么大。我拎着，我觉得不对。不是你觉得不对，老板，咱得按实际重量来。你找手拎，你管拎个重量。那行，咱们下面称一下重量，好吧？美女，你看一下，同样规格36.75克，正好符合它1两的重量。如果说是用银子来做，它那么重，那是应该的。但是如果说里面掺的有一半黄金的话，那应该就是40多克，甚至50克了。因为黄金的密度基本上比银的密度啊要重1倍了，明白吧？所以说它现在等于说它的重量不对。另外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分析，包括它的编词也不像以前的工艺，你看整个的整齐划一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在我们行内，如果银元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就是一眼假。所以你这块银元你要是想卖给我，我是要不了的。我只能说啊，这老爷子可能以前咋说呀？是不是经常逛古玩街，在古玩街给淘回来的？老板，你给我个，你可别胡说八道呀！你要说你看不懂，那你说看不懂；你要说没有钱收，你直接说你没有钱收，你收不起。你不能说我的东西是假的，因为我的东西是俺爷亲手传给我的传家宝，不可能假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俺爷那个喜欢那个币的那个朋友，他还健在的。我要现在过去找他，其实我不好意思找他，我找他害怕人家笑话我，我找他立马我跟你说得给我500万。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等于说有下家了，有买主了。那我建议还是找你爷爷的那位朋友，是吧？毕竟他的经济实力啊还是比较厉害的。那都不需要你搁这说了啊。好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看这值钱不值钱，卖给你。这都是银元呀。都是家里留的。总共是6枚。家里祖传下来的。祖传好几辈了。有大头呀，这个是北洋龙。这个也是大头。对。也是大头。这个也是北洋龙，2块北洋龙，4块大头，家里祖传下来的。这一般搁谁家都是传家宝，都往后传。你这为啥要卖啊？这是碰到事儿了吗？没碰到事儿，我是传不下去了。传不下去了？对。缺钱花？也不是缺钱花，没有希望了传下去。没有希望了？啥情况呀？你传家宝不是得传个儿，传男不传女，对不对？那还真是，老一辈啊，确实有这个说法。对呀，都是传男不传女。我没儿啊。没儿子？我6个闺女。6个女儿。对呀。6个女儿好啊。好啥？现在女儿多了，说实话，那都是福啊。福啥？你搁这胡扯啥了？你是不是嘲笑我？没有，咋回事啊？俺村的人都给我起个外号，叫我绝户头子。绝户头子？对。绝户头子是啥意思啊？都是没有儿，光有闺女。知道吧？然后俺媳妇现在搁医生的也去给她检查了。就是只能这一胎了，还是闺女。总共就6个闺女了。6个闺女，以后就不能再生了。对，年纪大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弄的，人家有的呀，想要闺女，就是盼不来。你这是想要儿子，盼不来。生了6个都是女儿。对呀，俺家里都也是单传到我这一辈。单传？对。我的天呀！叫我气的，一看这传家宝，我心里也烦。
没盼头了。对，没盼头。要是你要说别人有孩子的人，我再努力干，这东西我再给儿传下去。你先，关键的是我这传也没有动力，干活也没有动力。说实话啊，老哥，你这有点老观念了。现在你看国家都说了，生男生女都一样。我这情况不一样，我是单传，我必须得要个儿，要不然我都没有动力干活。到哪都抬不起来头，就特别想要儿子。对，抬不起来头，现在弄得搁村里丢人。其实啊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现在啊都是男女都一样。你这虽然说没有儿子，但是你可以传给你闺女，对不对？你闺女到时候出嫁的时候，给她准备点嫁妆银元，这不也挺好？这才不能传嘞，知道不知道？我闺女嫁给外人了，她不是都外边人，她不给我姓了，知道吧？孩子以后，我这传家宝还不如我现在买点花点吃点喝点的，我给外人咋算咋回事？你这说的这咋说呀？可能是观念比较重啊，老观念。你这有儿跟我这没儿的不一样，知道不知道？我那有儿那个心情我能理解，我这个没儿。别激动，老哥别激动。其实啊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招个上门女婿。上门女婿他不是还是外人吗？对不对？他不可能跟我的姓啊。那这咱不谈这个了，不谈这个了。到以后家谱上都没我的名字，到我这都断后了。不谈这个了，谈这个你也生气。银元确定要出手了。确定要。有没有跟家里人商量好？俺家现在都是我一家之主，我跟谁都不用商量。那行，那我就下面给你报价，好吧？确实东西都是老的，全是包浆。俩北洋龙呢，一块给你拿3000，2块6000。然后这大头呢，我刚才也看了一下，普通的大头没啥版别，一块呢我也可以给你1100，4块4400，加在一起1万多点。你都给我1万都多。1万就行。对，我这要是没有对钱，现在没概念了，没有动力，知道不知道？没人没动力。没事，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啊。那看你吧，随便你。也别太在意这个啊。那我现在下面给你算算啊。行。我这收破烂了，你看我100块钱收来了，20枚铜钱，看能值多少钱？收破烂都能收到铜钱，我先上手瞅瞅。好，你看看，这是铜钱？对呀。这谁跟你说这是铜钱的呀？我看着就是铜钱嘛，那有锈，这我还是懂的，有锈都是铜的。生绿锈了，你的意思？对。那确实，只有铜才生绿锈。对呀。所以你认为这是铜钱？当时我都不想收，我想收我那儿吧，一位老先生整理了很多这个书籍旧书当时给他收了，收了之后，他那老伴儿吧，不知道从哪找出来了，从河州来找出来这，非叫我收。花多少钱买的？100块钱。就是20块，花了100块钱。对呀，铜的我这不值钱，我感觉都亏了，这收2月了。我的天呀，你这是捡到天大的漏了。咋捡漏来着？咋捡漏？这可不是铜钱呀！我看了一下，这好像都是袁大头，这是银元呀。银元这管有绿锈了。银元跟那个银锭不一样，银元的含银量只达到89%，然后呢，它里面其他的含的就是铜。按常理来说，就是9银1铜，里面含的有铜，所以时间长了它就会生绿锈。特别是埋在地底下或者啥潮湿的地方，都会生绿锈。这银元价值可不低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要是银嘞，那肯定值钱。你收破烂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挣点辛苦钱，2、3千块钱。2、3千不止吧？行情有好的时候，有不好的时候。上次我收了一个一本旧书，然后碰见也是你们搞古玩的收了2毛钱一斤收的。那一本书能有多重啊？那是给我300块钱。300块钱，只有300块钱我卖给他，我给他要400，他同意了。你那也是算是小漏，但是那只是小漏，相对于这个，这算是天大的漏了。你知道这还有一个8年的大头，不错。光这一个8年的大头啊，你要是卖给我，就这一块银元，我可以给你3000。3000块钱一块？对，3000。因为这是8年的。我的老天爷，你这20块管卖6万吗？不是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里面就只有一块8年的，8年的价值高，
像其他3年的呀，还有这种传阳啊，像这个我们收的现在是1100一块儿。呀，1100一块，20块卖好几万。那是像做梦似的，我100块钱买的。我刚才就说了，你这回是捡到大漏了，这20块，那最起码得2万多块钱，是肯定是有的。哎，我再看看，哎，有没有其他的板？我的天呀，100块钱收20块银元，我这一看呢，还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。你看这包浆，这边齿，一眼开门。哎，不说了，老弟，你要是卖，现在我给你算价格。那肯定卖啊，肯定卖啊！100块钱这家翻几千倍。那几千倍，我不知道多少倍，反正是捡到大漏了。你这说的，马上我都不想开店了，我也想去跟你一块儿去收破烂。哎，你这当老板的人吃不了这种苦，这40多度的天，我在走街串巷嘞，俺那同行都有热死嘞。那有点夸张了吧？真的，今年特别热，特别热。挣的都是破命的钱。行，我给你算一算吧，其他的没看到其他的板别。好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带戳着的就便宜一点。便宜多少？这也就800块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多少都给你，看你这数据实在啊。要是别人知道我100块钱收来，我估计给我200，给我500。都忽悠着我都给他了，你丫给我几万，啥也不说了，我下面给你算一算。行，好吧，以后有了我再找你。行，再碰到合适的，到时候直接过来找我。好，肯定给个好价格。中，啊，合着的。行。